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大佬主要给大家讲讲手上5种抓财纹，个个财大气粗，命中藏大钱，越过越富有。1. 木星丘发达。从手相学的角度来说，食指根部的木星丘发达，红润且微微隆起，这样的人气色和身体健康程度是很好的。同样，他们的财运比较雄厚，一般是白手起家，靠商业发达。他们在商业上有敏锐的嗅觉，每次都能很好的抓住机遇，给自己创造财富。2. 生命线与智慧线起点有上升线。在相学中，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起点处，若是出现有上升的纹路，说明其人定是天资聪颖过人，头脑伶俐，做事颇有投机取巧的手段，在自己的事业道路上能够早早得志，但是有时会聪明反被聪明误，陷入低谷。此类人一生中的贵人运强，会有人在其困顿时给予帮助，他们也会趁此机会东山再起，很快能调整心态，从头再来。3. 水星丘与太阳丘出现十字纹。小拇指根部的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的太阳丘之间的部位，若是出现成十字的纹路，则有此手相的人会有意外之财的到来。此类人在事业和工作中的运气也是极好的，往往能够逢凶化吉，并且一直有稳定的收入。若是在进行一些投资或是买彩票，有很大的可能会中奖，带来一笔不小的财富。4. 大拇指有纹路。在大拇指的第2关节，若是出现一些纹路，无论是横纹还是竖纹，只要纹路越多，表示其人能够积攒的财富越多。此类人在生活中虽然有些一毛不拔，但确实能靠勤俭致富，给子孙后代累积财富。5. 理财纹。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线，在手相中被称为理财纹。一般有这种纹路的人，在社会上大多从事会计、财务等工作，替老板、上司理财，能将自己手头的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自己也很会投资，不会缺钱用。第2，三角纹在手，负到99，三角纹是啥？三角纹在哪条线更贵气？自古以来，人类对于手掌的纹路充满了深深的着迷。在各个文化中，手掌的纹路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和传说，而手心中的三角纹却成为神秘而充满智慧的符号。在古代，人们相信三角纹寓意着吉祥、富贵和幸福。三角纹顾名思义，是指手掌上呈现三角形的纹路。这个形状源于自然界中的许多现象，如山川河流、星辰运行等，因此被古人视为一种吉祥的征兆。在手掌相术中，三角纹被视为一种难得的纹路，寓意着吉祥、富贵和幸福。1. 三角纹的寓意与象征。1. 生命线上出现三角纹。如果在生命线上出现三角纹，则意味着这个人可能会遭遇一些困难和坎坷，这可能是由于个人的生活习惯、家庭环境或者职业等因素所导致。因此，拥有这种纹路的人需要更加努力和坚持，才能在人生道路上取得成功。2. 智慧线上有三角纹。如果在智慧线上出现三角纹，则意味着这个人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才华。这种纹路的人通常在学术研究、艺术创作等领域有着不俗的表现。他们善于思考，勇于探索，能够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，具有很高的领悟力和创造力。3. 感情线上出现三角纹。如果在感情线上出现三角纹，这可能意味着在2个人的感情中会出现第三者。这种纹路的人在感情上可能会经历一些波折和考验，他们需要更加珍惜和呵护自己的感情生活，避免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出后悔的决定。2. 看手相并非科学预测。虽然手掌相术在古代广为流传，但现代科学已经证明，看手相并不能准确预测一个人的命运和未来。人的命运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，包括家庭背景、教育经历、职业选择、健康状况等等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单纯依靠看手相来决定自己的未来走向。看到这里，有的朋友可能会记不起手心的生命线、感情线、智慧线等位置了，所以我再帮大家回忆一下，这几条线都在哪里，有何寓意。1. 生命线与命运。生命线被视为一个人命运的象征，这条线从手掌底部延伸至大拇指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一生。在这条线上有许多分支和纹路，每个都有自己的含义。例如，如果生命线上有断裂，可能预示着这个人在某个阶段会经历一些困难或挫折；而如果这条线完整且粗壮，则预示着这个人的一生都会很顺利。2. 感情线与爱情。感情线也被称为心线，是从手掌的底部延伸至大拇指的指节。这条线代表一个人的感情生活，包括爱情和友情。如果这条线清晰、连贯、
说明这个人的感情生活比较顺利；而如果这条线有断裂或分支，则可能预示着这个人在感情上会有一些波折。3. 智慧线与智慧。智慧线位于手掌的中间，从大拇指的指节延伸至手掌的底部。这条线代表一个人的智慧和思维能力。如果这条线清晰连贯，说明这个人的智慧和思维能力都比较强；而如果这条线比较短或模糊，则可能预示着这个人在智力方面会有一些挑战。4. 太阳线与成功。太阳线位于手掌的顶部，从大拇指的指节延伸至手腕。这条线代表一个人的成功和荣誉。如果这条线清晰连贯，而且分支较多，说明这个人在事业上很可能会取得较大的成功；而如果这条线比较模糊或没有分支，则可能预示着这个人在事业上会有一些困难。总的来说，手掌的纹路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领域。虽然现代科学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纹路的形成原因和寓意，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其抱有浓厚的兴趣，也不能因为手心里的纹路寓意就限制了自我的发展，还是把这当作闲暇时间的娱乐吧。哪吒都说了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第3，由于贵纹手相的人今年会有贵人相助，财气逼。先来说一下玉贵纹。玉贵纹乃是由前宫出发，一直斜向上升，然后与事业线相遇而终止的纹路。玉贵纹暗示着此人事业上遇到贵人相辅助，事业会一帆风顺，蒸蒸日上，财气逼人，非常容易取得成功。手相中的太阳线指的是无名指根部的那一根竖线，那么这条线的深浅、外形代表着命运的好坏、财产等等。然则太阳线随时能够呈现或者是消散它不稳定的特性，太阳线的外形和深浅也随时会发生改变，说明我们的财富和命运随时都会产生变更。太阳线长并且刻纹清晰，代表着此人从孩童时代起就非常有人缘，就像一个人独占着太阳般的吉祥之象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年纪轻轻的时候，成功的大门就为其开启。由于天生的上进心和后天的努力，往后人生也一帆风顺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2. 横财纹。手掌中生命线与智慧线的起点，有上升线的人很小的纹，图片有点夸大，将会发财；或是事业线出现之线，一直上升到水星丘快到中指的位置，将能发大财。这种人多半是因为出现了各种机遇而突然发财，就是突来横财，比如家里拆迁或者继承遗产等。第4，穷鬼命的手相必定打一辈子工，一辈子多败少成，注定难有富贵。手型偏消干枯，玉柱纹模糊不清甚至没有，一生事业败多成少。天纹朝指，食指长于无名指，玉柱线伸长，直奔离巽，为官之相。天纹反背，杂纹满掌，三线不合，玉柱纹不显，长人命。为钱财事业方面辛苦操劳很多，感情方面表现不佳，大男子心太重，对身边的人和事需要多一些包容和理解。如果手中的事业线笔直有力，代表着事业运好，这种人大多会成为有钱人。而事业线凌乱弯曲的人，这类人注定是穷鬼命，属于事业平平，没多大起色，存款不多，只够一个人开支。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，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。如果手中的财运线凌乱弯曲，这类人就是属于事业平平，没多大起色，存款不多，只够一个人开支。感情上难长久，波折不稳，想的比较多，往往也都是为了感情而发愁。建议你还是把感情上的事多放一放。他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每个人都想有好的财运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。从命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一个人能不能发财和其财运有关。什么样的人财运好呢？其实我们通过手相就能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好坏。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几种财运好的手相特征。有这些手相特征的人能拥有好的财运。一起来看。1. 手掌掌纹呈 M 形，事业线自手腕处开端向上延伸，一向穿过财制线抵达豪情线，与手掌上别的掌纹构成一个斜的 M 形。有此手相特征的人一般有很强的事业心，具有远大的方针，会为了自个儿的抱负而竭力支付，不达意图绝不扔掉。因而这类人一般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，功利双收。假定具有这种手相的人感触自己不算成功的话，表明本身还不够竭力，或是竭力的方向不对，只需调整一下心态，或许是事业的方向，改日必定能跃升到财主的部队。2. 财气线长而粗直，
财气线又叫水星线，是处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，是衡量一个人财气好坏的首要标志。财气线生得长而粗直的人，一般有着较好的财气。具有这种手相的人很会招财，可以运用资金获利，并且是愈动愈旺。别的，由于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，而太阳丘掌管的是分缘、名声及好运。当财气线呈如今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时，其人一般能够靠股市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。3. 手相清晰而不杂乱，手相中的线比较清晰，这类人理财思路明确，在求财方面也比较有自己的一套理财方法。手相杂乱的人容易乱花钱，在钱财方面不容易有计划，所以手相清晰而不杂乱的人，凭借自己在理财眼光和清晰的赚钱思路，会逐步富有。4. 掌丘隆起而不塌陷，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些肉丘，这些丘起伏有形，错落有致，他们在财运上不盲目花钱，该开支时开支，不该开支时能收住自己的手，属于理财有方、持财有道的人。这类人有经济头脑，财运也会通顺，属于理财有方的手相。5. 金钱纹条数多，在无名指和小拇指之间下方有一条条细微的纹理，咱们称之为金钱纹。每个人的金钱纹条数都是不一样的，假定这个部位的金钱纹越多，阐明你的财气越旺，日子越殷实。男子这儿越长，发财的概率就越大。6. 手上有星纹，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处出现星纹，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，横财可得；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，可享子女之福。如果在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，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，心想事成。太阳丘的星纹若连接了婚姻线，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，飞上枝头做凤凰；若是连接了太阳线，则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。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，有时会消失，你能否把握住，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。7. 钱财纹多的人，钱财纹又名理财纹，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有很多细细的斜线。如果一个人的手中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，代表着财旺钱多，一生有花不完的钱，生活上大富大贵。8. 手掌中多财库，若手中多财库的人，则易大富大贵。从相术学的角度分析，一般来说，手中的线若是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是三角形者，还有就是手中有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，皆为财库，表示着财富。无论男女，他们在钱财的运气都比较不错，是招财的手相。9. 水星丘红润隆起，水星丘位于小指下方，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。如果水星丘红润且有隆起的话，其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，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。此外，本身交际手腕一级棒，应变能力也很强，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。10. 田宅宫饱满，在手相中，田宅宫是指大拇指下端对应的部位，西方手相学称其为金星丘。从八卦类象来说，又为艮宫，这个部位通常来说代表祖业、房子、田产、物业等等。如果田宅宫长得非常饱满，有肉、肥厚、凸起，甚至突出一块肉，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，代表其人的家庭运好，容易早置业，住大房子。11. 太阳线清晰深长，太阳线又叫成功线，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。这条线通常也影响着财富的大或小，能不能拥有非常巨大的财富，很多时候它也起着很大的作用。假如太阳线生得清晰深长的话，代表其人非常幸运，常常有贵人相助，
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即可拥有很多财富。如果太阳线能一直延伸到智慧线以下，到达月球或生命线的话，则表示其人有成为富翁的可能。12. 财运线比较粗且明朗清晰，在无名指下方直冲无名指的竖线为财运线。若财运线生得比较粗且明朗清晰，说明你很具商人的天赋，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，而且愈动愈旺，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。如果是从商求财，必定是财如流水，连绵不断。此外，有此文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，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。13. 太阳丘隆起的人，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财富。如果手掌当中太阳丘是隆起来的，说明此人具有赚钱的才能，工作中往往奖金比较多，也比较容易得到意外发财的机会，不会为了钱财所累。男的财运好，女的容易嫁贵夫，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。14. 财运线伸直的人，如果一个人的手中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为财运线，这是金钱运好的重要标志。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深且直有力，甚至有的人是很多条伸直的财运线，那就代表财运好。15. 中指比食指长一截，一般人的中指都会比别的4根指头要长，可是中指比食指长一截的人并不多。有这么手相的人会具有比较强健的权势欲和财富欲，他们事业上比较有冲劲，待人接物得当，不会由于一件小事而影响全局，有自己的准则和精准的定位，不会在职场上迷失自我，发财的概率大，终将会高人一等，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。16. 手掌厚实而不僵硬，手掌厚实的人代表着财富厚实，他们在财运方面的运势也比较好。这样的人天生会理财，总能把钱用在刀刃上，他们很有投资眼光，不用费多大的财力就能使自己变得富有起来，属于理财有方的手相。17. 成功线深且长，成功线不只有1条，有的人会有2条、3条，或许更多。成功线深远的人，事业上有多方面的成就，对日子有较高的寻求，会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。具有这条成功线的人，在事业和家庭上总能找到平衡点，归于大富大贵之相。没有这种手相的人，也不代表没有财富，只是说在事业上会不断变换，能否成功要看悉数手掌的全体运势。18. 太阳丘拱起，太阳丘坐落无名指的结尾，标志着财富。假定太阳丘拱起，在往常日子中发财的时机有很多，作业上也会得到领导欣赏，升职加薪，具有很强的挣钱才干。这类人多富有，不会由于金钱而奔走忧愁。女人假定有这么样的手相，或许是嫁给有钱人，男的则财气上佳。19. 手掌厚重，手掌厚重的人比较聪明，有发财的期望，他们对事业和日子卯足了干劲，深信经过自己不懈的坚持和努力会取得成功，再加上家庭环境不错，财气事业根底都比较好，很容易就遇到发财的时机，只需学会捉住时机就能发大财。20. 手掌软绵而不干枯，好的手掌一般比较软绵，软绵的手掌在理财上比较有智慧，能够以极少的资本逐步获取丰厚的利润，他们往往很具有超强的经济头脑，在财运上比较好，经济上逐步变得富有，属于理财有方的手相。21. 水星丘光润而拱起，水星丘坐落小指的根部，掌管一个人的财气、外交与商业脑筋。水星丘生得光润且向上拱起的人，不止在商业方面具有绝佳的才干，并且财气也相当的好，简略遇到极好的挣钱时机，只要竭力肯支付，便能赚得大笔财富。此外，其人本身的外交手腕也很棒，应变才干很强，从事商业运营之类的工作更容易成功，然后取得丰盛盈利。22. 财帛宫凸起，
手相学中将食指根部的部位称为财帛宫，西方手相学称其为木星丘。从八卦类相学来说，又为巽宫。看一个人财富的多少，主要看此部位。假如财帛宫生得凸起、饱满、多肉、红润的话，表示其人的财运一定很旺，而且其人很有经商头脑，会寻找各种赚钱的机会，并因此而获取。对于横财来说，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的，也唯有横财才能让我们显得更为富贵一些。因此很多人都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能够拥有横财。下面就跟着大佬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成功线的末端有纹。在成功线的末端有一个纹，这并不常见，因为首先你必须要一条成功线，一条长而清晰的成功线，它代表着轻松的地位和名声，在你的行业中非常出色。如果末端还有另一个星纹，它的成功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而不会失位，而且很容易有意外之财。二、手掌中出现直觉线。假如手掌中出现直觉线，表示其人天生比常人灵敏，有很强的预感，通常会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灵光一现，赚来大笔财富。例如购得大奖奖券，或是赌博时每猜必中，从而赢一大笔钱。不过这类人一旦赚取横财之后，会因此而上瘾，不知适时收手，很有可能又将大笔财富输个精光。三、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。有这种手相的人具有理性思维，对于那些没有成功概率的事情基本上绝不参与。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，懂得如何将钱发挥到最大效用，再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，常常不知不觉就能赚大钱。不过此类人通常很节俭，经常会被人认为很小气。四、智慧线无分支。发横财的人手掌智慧线无分支，他们有着聪明的头脑，在面对困难时可以想出最好的解决方案，并且能巧妙地把眼前的困难化解过去，这也使他们的生活一路畅通无阻。在他们迎接更好的未来时，也会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落到他们的面前，这笔横财是他们命中注定会发生的。五、手中拥有断掌线纹，也就是所谓的断掌手相。这一手相的特点在于手中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，形成一条贯穿整个手掌的粗长线纹。从外形来看，就好像是将整个手掌一分为二一般，故而被称为断掌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来说感情运势较为糟糕，但事业运和财运会非常出色。他们有着相当强硬的性格，以及功利的工作和生活态度，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和自己的事业有关的事情，非常渴望在工作上证明自己的能力。这类人即使选择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，也是有着很高的投资成功率，所以说容易获得横财。六、手中拥有不动产线，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。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，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。这类人能够从父母长辈那里获得财富，或者是不动产，也就是房屋、房产，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，天生就有横财。七、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。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，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，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，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。而在理财方面，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，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，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，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而不会损失金钱，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，所以说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手相特征。八、手上有赌运纹。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一节指腹上的指纹，有可能是一条，也有可能是几条。如果手上有纹，意味着横财运旺盛，运气非常好。
有这种首相特点的人，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，一般都是赢多赔少，好运常伴。不过凡事过犹不及，也要学会适可而止，不可太过沉迷其中，否则得不偿失。9. 手颈线清晰有星纹。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，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，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。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，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1条星纹，并且第2条纹路清晰明朗，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，必获奇财或是意外之财，甚至可以一夜暴富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。10. 理财纹多又长。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，通常是斜纹。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，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。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。依据手相学的说法，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深长，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，没什么大困难。11. 头脑纹。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及水星丘，表示会受水星丘之影响，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，即使受薪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，可说头脑灵活，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。12. 五指长短有序，中指稍长。从手相学来看，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、成就、配偶和子女。五指修长，长短有序，间隙合一的人，各方面各有所得，福泽绵长。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，少时能得家人庇佑，衣食丰足，青年夫妻恩爱，子女缘深厚，一生运势平稳。其中中指稍长的人，说明此人善于算计，做事情缜密有条理，能赚钱理财，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，也很容易大富大贵。13. 食指有3约纹。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3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，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，受夫家福荫，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，衣食丰足。男性的话也能取得有钱娇妻，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14. 太阳丘丰满高隆。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、才能与声名等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，颜色明润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，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。另外，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，正派乐观，个性明朗，有较高的素养，通常有很好的人缘，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，衣食丰足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。15. 木星丘饱满。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人的意志、欲望、地位和权力等，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，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。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，大多热衷名利，自负骄傲，充满雄心斗志，对于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，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，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。若为女性，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。16.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。以掌面为中心，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、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，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、后天成就、父母子女、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。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，元气充盈，身体康健。肉主阴主腹，手掌厚而富弹性，肤光滑柔软，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，福泽深厚，福禄天成。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一生财运顺利，免于奔波操劳，晚年安逸。发横财是每个人心中所想的事情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发横财的命。如果你拥有上面所说的10种发横财的手相，那么你就离发财不远了。
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